解密上站今天要告訴您，台股暴跌失守45000，還會繼續崩嗎？至於川普打伊朗背後，其實要掐住的目標是他，而台灣真的是 AI 霸權戰的最後王牌嗎？我們歡迎吳家龍老師，老師你好。你好，兩位主持人好。前一陣子語出驚人啊，說這個台股能上10萬，這個基礎怎麼來的呢？現在我們講的是大盤指數，如果現在是45000、48000的話，那翻倍以後，當然就是9萬多，就取個整數10萬點了哈。所以我們現在的核心問題是大盤的觀察有沒有可能翻倍啊，就是漲成2倍哈，翻1倍。那這個是很有機會。先舉一個例子哈，去年6月初的時候，台股在21000；去年7月16號的話，台股在23000。換句話說，去年的這個時候，暑假哈6、7月之間，台股在22000上下1000點的距離。1年後，現在也在6、7月之間，現在45000、48000的，那不就翻倍嗎？是台股大盤指數自己翻倍，就是過去這1年翻倍，大盤指數翻倍，完全可能的呀。還不止哦，大家想一想，韓國，我們的鄰近國家。韓國的去年12月底的時候，大盤指數是4200點，然後現在漲過9000點，翻倍啊！我再講一下日本高市早苗當選自民黨總裁的時候，大概去年10月中吧，那個時候日經225指數創歷史新高到47000，都是大漲。然後從47000到現在差不多7、8個月嘛，日經過了7萬點，從47000到7萬點的話，漲5成。那如果拉長時間的話，全年呢，說不定也有機會再翻倍啊。是。好，現在我們講台灣現在往前看的話，現在在45000、48000這個地帶漲跌哈，關鍵當然是台積電了哈，因為台積電的權數很大。台積電的話呢，去年是 EPS 66塊，本益比沒有特別高了哈，25倍正常。那麼今年的估計是96塊到100塊，隨着台積電國內外產能開出來，它的營收獲利還會走高嘛。好，如果我們抓整數100塊來估計，本益比25倍，那不就2500？目前就是2500上下嘛，對，合理範圍內震盪嘛。問題是台積電的 EPS 接下來估計啊，也120、140、160都有。現在有人估計會看到200塊。那麼200塊乘以本益比25倍，假設本益比不動哈，那200塊的25倍就多少？5000呢？那我們先打個7折好了，先來講3500。假設台積電有機會先看到3500的話，那現在是2400，2400到3500，不就還有1100塊的上漲空間哈？那台積電的股價每上漲1塊錢，它對大盤的指數的貢獻大約8點，所以1100點的話乘以8就8800點，將近9000點。那目前的大盤在45000，對不对？加個9000點的話，就到54000左右了。我們之前有預測說有機會看到52013.14，我愛你一生一世啊，這個諧音啊，就是有機會看到台積電能夠推進到3500的話，光憑台積電自己，問題來了哦。台積電如果推進到3500的話，那你說鴻海、廣達、大立光。台達電等等，不是會跟着上嗎？供應原材料的傳產也會上，還有金融股也會上。光憑台積電，台股就會過54000、55000的話，加上其他一起上的話，那絕對過6萬。台積電推進到5000塊的話，那台股大盤當然有可能這個再衝新的高度了哈。所以我們說台股大盤指數從45000、48000這裡翻1倍的話，那大盤指數看到10萬點是有可能的。這樣講真的。信心又來了，有哦。不過我們知道台股其實它這樣的一個漲勢也是受惠 AI 浪潮嘛，所以很多人就在講說，包括老師剛剛有提到說，台灣啊是全球 AI 革命的這個核心，那也是川普圍堵中國 AI 的王牌嘛？怎麼說？老師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除了傳統的軍備競賽之外，我們會看到新形態的叫另類的軍備競賽。首先是晶片，我解釋一下啊，過去這幾年一直在強調晶片。那中共不甘示弱，國家補貼撥了大量的經費來做 AI 的研發，結果呢沒有養出一個台積電的對手，它的中芯國際還不行，然後它呢投資了記憶體的部分，就是儲存晶片，我們這邊叫記憶體，儲存晶片從韓國拿技術、偷技術等等，也有一些成果，但是呢在晶圓代工這一個部分的話，晶片製造還是沒有追上來。他們挖角台積電的工程師、研發人員、研發團隊、研發主管，挖角了半天我們沒有看到台積電新的對手。先舉一個例子，就是當年1985年不是有廣場協議讓日元升值？對，從$1換280日元，升值到那個2砍掉，$1換80日元這樣子。那升值的結果，汽車業當然就要把生產線移到國外去。那移到哪裡呢？東南亞。他把一些零組件放在菲律賓，另外一些放在印尼。另外一些放在馬來西亞，最後在泰國整車零件最後運到泰國組裝。結果這些東南亞國家都有分到一杯羹，但是沒有哪一個國家有這個技術制造一個車來跟日本企業競爭。
所以他們最後的話變成受惠於日本的分散，但是沒有辦法真正挑戰到美國。這個模式現在應用到晶片，荷蘭那個光刻機艾斯摩爾啊，韓國記憶體，日本特殊化學材料，台灣的話晶圓代工跟封裝測試，整個產業環節不同的國家分工，美國企業總的串起來。那這一套模式的話，讓中國沒有辦法同時打通所有環節，所以為什麼他的國家經費撒下去，最後做不成，是這個原因。然後現在晶片一樣啊，現在他要各國有主權 AI 的問題，各國就打造 AI 伺服器嘛。那 AI 伺服器的訂單下到誰？台灣。所以為什麼去年的經濟增長率瘋狂到 8.6%， 今年第一季瘋狂到 14.5%， 就是我們的 AI 伺服器接單爆發嘛。矽光子產能不夠暴漲，記憶體產能不夠暴漲，被動元件產能不夠暴漲。接下來的話，那個 PC 載板疊了好幾層上去，那個也是專利技術的，也是缺貨。跑 AI 的結果包括電力，這麼多的環節產能不足，價格大漲，當然就會造成中國要打通的話不容易。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除了這個中國被 AI 圍堵之外，另外一個就是美伊的關係僵持了很多年了。為什麼川普要趁在2026年來發動這樣子的戰爭？伊朗的戰爭效果上相當於美國對中國的能源圍堵。現在我們先回顧一下美伊關係啊。冷戰時期的話，原來巴勒維、韓國、台灣都是美國的親密戰友，美國也把一些精密武器有賣給伊朗。1980年斷交以後到現在就是47年了，79年就已經出事，就是美國的駐德黑蘭大使館被綁架，美國人被游街示眾。那個仇現在川普在報，伊朗搞了核子的問題啊，美國起先是在奧巴馬時期啊，你如果配合給你錢，是給錢叫他不要搞，大量美鈔運到伊朗去，伊朗的話當然就知道這招管用，当然繼續勒索你美國。川普上來以後才會發現說以前的對策不對，他改成對伊朗強烈施壓，第一個要阻止他擁有核子武器，第二個阻止他去控制荷姆茲海峽來威脅國際秩序現狀，第三個的話阻止他去支援什葉派在中東地區的那些小弟們出來製造事端。總而言之，川普對伊朗有這些最起碼的要求。团队最近給哲青看了一個數字，我覺得相當的驚人哦，超過70%的你其實還沒有按訂閱。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歡我們節目的話，現在我們來按下訂閱吧。按下訂閱對你來說是免費的，但對整個下班經濟學團隊來說，有你的支持跟訂閱是這個節目能不能繼續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關鍵。大家是不是也在這一場美伊戰爭當中發現到說，其實伊朗也不是一個省油的燈哦，它被美國封鎖然後制裁這麼多年，為什麼它可以在這場戰爭當中撐那麼久的時間呢？首先，它控制荷姆茲海峽，荷姆茲海峽大概全球能源的30%到40%是通過這個海峽。對中國、對亞洲、對歐洲來講，能源的供應都會因為這個海峽的封鎖出現危機啊，這是第一條。第二個呢，當然是背後有中國跟俄國幫忙啦，支持它恐怖行為或者戰爭行為，供應它飛彈的導航系統啊、雷達偵測系統啊、戰鬥機啊、飛彈這些東西。它自己有無人機的出口給俄國哈。俄國的無人機來自伊朗，來自土耳其。烏克蘭的那個無人機，波蘭跟捷克買的送他，支持他。然後這些無人機呢，一部分來自以色列，一部分來自這個台灣。他們各自背後都有人在幫忙。那伊朗的背後毫無疑問是俄國跟中國。美國看懂這一點，所以美國打伊朗的目的是要把中國、俄國拖下水，而中國、俄國支持伊朗的目的是要把美國拖下水。雙方打的是消耗戰，看誰撐得住。那再來產生一個抵抗之譜，就是伊朗在什葉派在中東有一些分布。也門的胡塞武裝組織包括黎巴嫩真主黨那個都算是什葉派，都算是伊朗手下的小弟們。那伊朗會支持這些恐怖組織來進行一些恐怖攻擊行為，破壞地區的和平跟穩定。新聞上面有講，川普解凍伊朗的資金，還有伊朗的石油又可以輸出了，川普是不是已經讓步了呢？首先解凍伊朗的資金，並不是讓伊朗當局拿到這些資金。有人擔心伊朗當局拿到這些資金的話，他可能補充彈藥，支援他的小弟們繼續製造事端，讓美國脫不了身。那不是，伊朗有一些資金是放在國外，比如說放在卡達，放在阿聯酋這裡。現在的話是美國跟伊朗談成交易，伊朗去買美國農產品，由卡達這邊付款，卡達把伊朗的錢拿來付款，第三方支付。付款以後，美國把農產品送到伊朗這邊，因為伊朗有9800萬人口的話需要糧食，伊朗當局眼睜睜看着這筆錢跑到美國人那邊去，然後呢換成那個糧食進來，照顧的是伊朗人民，那權貴階級沒拿到。第二點，那麼伊朗石油解封，對，伊朗石油原來賣給誰？賣給中國，現在美國把它解封，但是你不可以賣中國，所以伊朗的石油是國際市場的供應來源。
也就是說國際油價的供應增加，油價會下跌。所以現在國際油價跌破100，跌破90美元，跌破80美元，跌破70美元。就是因為伊朗的油到時候變成一個供給端，就跟委內瑞拉一樣，委內瑞拉的油本來也是絕大部分90%以上賣中國，現在不行了，所以美國把這個油攔截下來，中國光是這個部分就損失了20%以上的石油來源。那所以呢，伊朗石油可以賣錢，賣到美元結算的國家，不是賣到人民幣結算的國家。所以伊朗的話又是有苦難言哈。你现在听起來，美國是不是就有2大招？第一招就是你剛剛講到，就是能源圍堵，接下來是不是所謂的 AI 圍堵 ？AI 產業革命哈。第一個產生主權 AI， 各國必須用自己的語言文字去打造數據中心，打造這個資料庫，這些就會帶來台灣現在 AI 伺服器的出口的暴增。第二條是 AI 有3個基礎東西，就是能源，你要用電力嘛，再來通訊，可能要用到低軌衛星傳輸，然後第3個呢，資訊安全，有一些 AI 入侵美國的安全局的情報系統，網絡系統，竟然被 AI 攻破。那現在問題來了，你拿美國的情報局的電腦系統做測試，中國的嘞，俄國的嘞？你難道不會去入侵其他國家的嗎？這3個基礎設施我再講一下：能源、通訊、治安啊。在這個基礎上開始發展 AI， 那有很多環節都缺貨嘛現在問題，如果這些環節開始真的決定擴張產能，是，那你會覺得這些缺貨的部門都同時完成擴張嗎？不會吧？不會，所以一個一個去做嘛。所以到最後的話 ，AI 要等到所有環節的產能不足都解決了，它才會正常化。因為這些不同的環節，它不會同時完成產能擴張，所以這個不同環節的那個產能不足會延續比較久的時間，比預期久的時間。這個 AI 帶來的榮景也會比較維持的比較久。主權 AI 的話，帶來 AI 的爆發性需求。第二個的話，去年5月中的時候，川普去中東，就是答應讓中東可以投資這個 AI 產業，降低這個石油過度依賴這個風險。本來他們想要說一步一步走啊，什麼重工業啊，什麼科技業什麼，現在美國直接給 AI 產業。那所以他們有土地有電力供應，他們可以來設很多的數據中心，然後租給美國企業來使用。中東出資金出土地，對不對？出電力然後供應，然後讓美國的企業可以利用這裡的資料中心、運算中心等等來做很多 AI 的運算。這樣透過聯手中東國家，然後呢又讓各國去推動主權 AI， 這樣的結果一方面造成 AI 產業革命的爆發，台灣這邊享受到，也讓中國變成它被圍堵，因為它沒有辦法單靠一國的力量打通所有這些環節。 AI 產業革命跟各國主權 AI 的進展，到最後的話，台灣要上場，台灣會有很大的機會，因為這些 AI 的訂單都下到台灣這裡來，打造一個恢宏的供應鏈。就是說原來很多訂單在中國企業這裡，但是中國企業你怎麼知道他沒有給你搞後門很多零組件他現在不敢買中國的產品這個叫安全考慮。接下來做信任，你信得過誰呢？答案是台灣。所以變成說，從中國撤出來的訂單轉來台灣這裡，然後各國也只能跟台灣下訂單來搶這個 AI 的這個伺服器打造數據中心、算力中心這些所以呢，川普對 AI 中國的 AI 圍堵除了主權 AI 的爆發，除了聯手中東以外現在也因為恢宏供應鏈安全的考慮、信任的考慮，讓台灣上場。台灣現在得到很大的機會，美中對抗，然後從能源圍堵到 AI 圍堵最後有一個受益者的話就是台灣，接到很多恢宏供應鏈的訂單。台灣到底能夠趁這一波 AI 多久？因為其實各國一開始也在擴張 AI 的這個基礎建設，所以台灣有這樣的優勢，也能夠有多久的時間呢？老師你怎麼看？這個 AI 產業革命可以撐5到6年。那其他國家打造基礎設施它的那些要買的東西其實都要跟台灣買。買了 AI 伺服器以後，它可以打造出它的數據中心，然後 AI 伺服器一個一個疊上去，你看那些機器疊好的話，第一個要散熱，散熱的話台灣有然後呢電力供應，電力供應的話，重型電力設備從發電到輸送到儲存到智慧電網等等這些東西台灣有然後呢至於記憶體，韓國是優勢那個 HBM 就是高頻寬的這個記憶體，那台灣也可以有，因為第3大勢力前2大是韓國的三星跟海力士，第3大是美國的美光，最近併購了力積電的產能然後之前有華亞科，所以美光把記憶體的產能放在台灣。由於美國把 AI 上升到另類軍備競賽，等同於競備競賽一樣，要把中國逼進來，說你也跳下來玩吧那中國跳下來玩的話，因為很多技術都掌握在美國跟台灣這邊的手裡，中國到最後沒有辦法突破，丟下去的錢到最後就會變成打水漂。
老師，那我們剛剛看到你講說，美國動作這麼多，最終的目的是想要重建美國製造，還是美元的霸權呢？都要讓美國製造業再次偉大的話，美國需要找台灣合作，所以美國實際上對台灣是有求於台灣。台灣呢，美國在軍事上保護台灣，交換台灣在半導體上保護美國。重點是台積電目前在美國的擴廠會翻倍，從原來3個廠，現在變6個廠，以後可能變12個廠。會不會讓台灣的細盾價值下降？就是美國不再那麼需要保護台灣？不是，你如果失去台灣的話，那日本怎麼辦？你要從地緣政治來看問題，不要只是從晶片來看問題。這第一個。第二個，何況美國拿到的那些產能是用來應付軍事需求，一旦戰爭爆發的話，美國再來從台灣拿貨來不及啊，所以美國本土需要有晶片的生產。那美國的晶片生產在本土有的話，境外勢力來封鎖台灣，就美核不合算。為什麼？因為美國那邊會生產，然後各種武器系統源源不絕應付前線消耗，那你封鎖台灣沒有意思啊。台積電再把產能一部分產能移到海外去，是增加台灣的國家安全，不是降低細盾。所以呢，台灣把一些產能放在美國的話，讓美國更容易為台灣賣命，交換台灣平時為美國賣肝，是這樣來的。是，老師之前来跟我們分析中國這個接下來的動向都非常的準確哦。那我們來看看，那接下來川普跟中国之間又會發生什麼呢？第一個呢，现在最近有一架小飛機去撞那個北京的地標，北京最高大樓是108層。今天聽完這些分享之後呢，其實我們還有很多想要了解，包括這個國際情勢哦。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跟吳老師來請教。謝謝你，謝謝，謝謝大家。